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前不久，老公的白月光苏婉婉从国外回来了，我生气地质问她，她一脸的无所谓，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还觉得我是心肠狭窄。她说苏婉婉一个人回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她不去接她。她一个女人太危险了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和她争执，最后以1个月的冷战告终。刚刚她给我发信息，带我去挑生日礼物，我这才想起来，今天原来是我的生日。以往我们俩经常会爆发争吵，我太爱她了，每次都会道歉，只要她的态度稍微有所软化，我都会欣喜若狂。这应该是我和他结婚3年以来，他第一次记得我的生日。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我欣喜若狂，当下就给老板发信息请假半天。回到家里，我一直在化妆打扮自己，就是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看的一面呈现在他面前。我的头发被烫成大波浪，脖子上戴着那条他第一次送给我的项链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早早的就去了我们定的地方等着。我们约的时间是6点钟，我5点半就已经收拾打扮好，在这儿等着了。可是他迟迟没有到来，甚至已经离约定的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了。街上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我急了，又发了2条短信，可是还是没有任何人回复。不管我怎么给他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一直都是无法接通，心却在滴血。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来呢？他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们的约会了吗？可是明明是他约我的呀，为什么要让我期待，又狠狠地给我一拳？这时，手包里的手机响起，是短信。打开看，是我的短信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。可当我打开短信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是苏婉婉带来的信息。在我这儿，你永远就是个笑话。配图是男人站在厨房里面，手里拿着锅铲，正在煎蛋的样子。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哪怕只有一个背影，我还是能够看出来，这是老公的背影。一切仿佛成了理所当然，只有苏婉婉才会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放我的鸽子。我只感觉到心碎的声音，窒息感传遍全身。原来我的世界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笑话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，他根本就没有爱过我。这些年也从未忘记过苏婉婉，我只是他迫于无奈的选择。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我把手机狠狠地砸向地面，碎片四溅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回了家。回到家里，我已经洗漱完就直接睡觉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醒过来，周围一切都还是我睡觉之前的模样。他一整晚上都没有回家，去厨房做饭。火刚打开，我紧紧捂住自己的肚子，蹲在地上，额头冷汗一滴一滴往下落，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咬牙忍耐，拨打了老公的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电话里传来机械的女声。我不死心，继续拨打，依旧没有回应。这种痛苦是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。我强忍着痛意，一遍又一遍。终于，电话接通，老公不耐烦的声音传过来：我很忙，没空跟你浪费时间。他不等我说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再拨打过去，依旧无人接听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的身体开始抽搐，最后昏迷了过去。醒过来之后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一双眸子空洞地看着天花板。我看着手上的诊断单，医生，很严重吗？胃癌晚期。轰的一声，我耳朵仿佛跟失聪了一样，
听不进任何声音。我呆滞地靠在墙上，犹豫好久，才终于打通了老公的电话。打了3个电话，他直接挂断了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接我的电话的时候，电话被接起的。老公，我得病了，我现在有事儿要忙，有什么事情晚上回家再说。不等我说完话，他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看着手机上被挂断的电话，我的心再一次沉入海里，不顾形象地大哭起来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从来没有悬念。他从来不会把我放在心上，只会让我一等再等。我的心里仿佛被几千万只蚂蚁啃食一般难受。从病房出来，我不想待在这全是消毒水味道的医院，只想早点回家。刚从病房出来，就看到面前2个熟悉的身影，老公扶着苏婉婉，哪怕只是背影，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原来他口中的有事要忙，就是陪着苏婉婉啊。他对我果然是薄情寡义。我冷笑着转身走进电梯，电梯门缓慢地关闭。我看着电梯里的镜子中的自己，苍白的脸颊，憔悴的双眼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鬼魅。我的嘴角扬起一抹苦涩的弧度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我仿佛一个小偷一样，偷偷跟在他们身后，偷窥着他们的幸福。苏婉婉会撒娇地和老公说话，老公也会很温柔地摸摸她的头。我的心仿佛被刀刺穿了一般，我的手紧紧攥在一起，手指甲嵌入肉里，鲜红的血液顺着我指缝溢出来，可是我却毫不自知。电梯门缓慢地打开，我跟在他们身后。苏婉婉去做检查，只剩下老公一个人在外面。我躲在拐角处，看着他的侧颜。他长相英俊，眉宇间透着淡漠，但是却不显得冷酷。他的皮肤很健康，很白皙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。他的五官深邃立体，鼻梁高挺，嘴唇性感。我的视线落在他胸膛上方，那里有一颗粉嫩的小痣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可是他从来不允许我触碰。突然他眼神一变，朝着我走过来，我心里一慌，转身就想离开，但是还是慢了一步，被他抓个正着。他的手掐住我的脖子，目光冰冷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对婉婉做任何事情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手腕上的力道越来越大，我感觉呼吸困难。他看到我出现在医院，不是担心我出事儿了，反而是威胁我不准对苏婉婉动手。苏婉婉才是他心里最重要的宝贝。我努力挣扎，却挣脱不掉他的禁锢。我的眼睛因为缺氧而发黑，我想伸手推开他，可是手上没有力气，就连抬起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他终于松手了，像丢破布一样把我丢出去。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了旁边的垃圾桶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捂着胸口，吐了一口血，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，眼泪汹涌而出。我的手紧紧攥住了地上的碎玻璃渣，尖锐的玻璃碴刺入我的掌心。老公居高临下看着我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跟踪我了。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，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我抬头对上他冷漠无比的眼神，我的心仿佛瞬间跌入谷底。原来我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我哭着问道：你从来不关心我，看到我出现在医院，只会觉得我是在纠缠你。我从哪儿知道你今天来医院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就只想和他说清楚我的委屈。我不想再这样被他冤枉了。他看着我，眸子里面闪过一丝慌乱，刚张了张嘴，就听到一道娇俏的声音：志恒。苏婉婉已经检查出来了，
她四处寻找老公。老公蹲下来，一把捏住我的下巴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出现在婉婉面前，也不要想着动什么手脚。我看着他，眼里满是绝望。好，我咬牙切齿地吐出这个字，我的心仿佛被利刃狠狠戳伤。原本我以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，可是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，我的心好痛，好难受。我用尽全部的力气，一把挥开他的手。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那你就去好好陪着他。我朝他怒吼，也不知道是心痛还是被玻璃扎得手疼。我鼻头一酸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我努力控制住眼泪，不让它掉下来。老公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直接转身离开。他和苏婉婉一路说说笑笑地离开医院。苏婉婉坐进车里，老公也钻进去，发动引擎离开。我看着那辆黑色宾利渐行渐远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哗啦啦地往下流，心好痛。我捂着心脏，踉跄着站起身，想要离开医院，可是我脚上却好像灌了铅一样，根本就挪不动一步。我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，一滴晶莹的眼泪从我眼角滑落，心仿佛被刀割裂。我用手背擦了擦，我转身离开医院。我和老公莫名其妙就陷入了冷战，是我单方面的冷战，对方并不在乎，他不回来也挺好的。这段日子，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，每天都头疼得厉害，睡不着觉，吃饭也没胃口。每次看到那些食物，我都会反胃，有时候甚至连喝水都想吐。我又去医院拿药，医生看着我，眼神犹豫。现在的药对你已经没太大的作用了，还是赶紧安排住院吧。我开口询问，需要多少钱？说来也真是可笑，老公好歹也是富二代，不差钱用，可是我浑身上下只有5位数，我负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。得到回复之后，我并没有答应，只是说自己再考虑一下。就听到熟悉的声音：婉婉，你嫁给我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的，再给我一次照顾你的机会，嫁给我好吗？老公跪在病床前，手上捧着一束花，深情款款地看着病床上的苏婉婉。而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格外讽刺。周围的话语声传入我的耳里：这小姐姐进医院，她男朋友就一直守在旁边，一步都没有离开。两人帅男靓女，也太般配了吧！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看着他们的眼神冰冷，明明是我的老公，却在这儿和别人求婚。难道我这个妻子不存在吗？我冷漠地出声打断：你们真是太幸福了，需要我祝福你们吗？房间里面所有人都看了过来，老公眼里闪过慌乱。还不等他开口，苏婉婉先开口了：你不要误会，他说着说着，眼眶一红，眼泪直接砸在地上。志恒，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我确实已经活不长了，但是不能让你妻子误会我。他说完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：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活不长了，我快死了。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我却无动于衷。看来这一次苏婉婉真的是玩真的了。老公见状，忙站起身，把她拥入怀中，轻声安慰：婉婉，你好好养病，你肯定能够好的，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把苏婉婉的情绪安慰好之后，他脸色阴沉地朝着我走过来，动作粗鲁，一把把我拉到外面去。他的力气非常大，我被拽得踉跄了几步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来打扰他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他眼底闪过凶狠，眼角眉梢尽是戾气。我捂着肚子，嘴唇苍白，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。我努力忍住疼痛，反而是笑着问他：我才是你的妻子，你现在跟别人求婚，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他的动作突然愣住，抬起头来看着我，
呆愣片刻，他着急忙慌地开口：“你不要误会，他得了癌症，已经晚期了，没有多长时间了。死人怎么可能争得过活人呢？他最后一段日子，难道就不能让他好好一段日子吗？”我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嗤笑出声。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怎么这么狭隘，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了？”“对呀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。”我冷笑。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我们僵持不下，我的肚子越来越痛了，额头冒着汗。他看着我这副模样，眼神冰冷：“怎么，现在还装病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”我紧咬着下唇，强忍着疼痛。呵，到现在都以为我是装病，那你是真的眼瞎。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可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我。他到底是不相信我有病，还是不相信我这个人？我已经不清楚了。老公冷哼一声：“明天去离婚。”我已经和婉婉说了，她最后的这段日子，我要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她从来没有和我商量，直接来通知我。我朝着她嘶吼：“可是我才是你的老婆，男方你在乎的人只有他吗？”老公想也不想：“当然，如果不是婉婉出国，为了气他，你以为我会和你结婚？你应该感谢他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他时日不久了，以后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他的语气满满的都是不耐烦，我的心像是被人扔进了油锅里面，滋滋的冒着泡，泪水不停地涌出来。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手紧紧揪住，心很疼，但是更多的是解脱。心里明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奢求不属于自己的爱了。一股窒息感从心底里升起，看着他毫不留情的背影，我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摔在地上。我足足昏迷了3天才醒来。这期间，老公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他并不在乎我，他只是想让我去离婚。秦医生是我的主治医师，这段日子他对我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。老公在隔壁照顾苏婉婉，根本分不出精力来照顾我。我也知道，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让人照顾。我给秦医生塞了几百块钱，希望他每天上下班吃饭的时候能想到我给我买一份饭来。这天，秦医生刚给我送来了饭，没想到老公也从对面病房出来了。我和老公2个人四目相对，秦医生把饭给我，转身就离开了。他还有工作，不能陪我在这儿浪费时间。等他离开之后，老公双眼猩红地看着我：“这么多天，你的电话打不通，你就在外面和别的男人乱来。”我不明白，他明明不在乎我，为什么还要装出来在乎我的样子？我笑得讽刺：“就算我在外面和别的男人乱来，也是因为你先乱来。毕竟他可是当着大庭广众的人的面向苏婉婉求婚了。”他皱着眉头：“那个男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还能是怎么回事呢？不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老公在照顾别的女人，我这个妻子只能拜托别人给我送点饭，免得饿死了。”老公这才注意到我的不对劲：“你不舒服这么长的时间，才发现我是病人。”我只越发觉得恶心。我不理会他，低头继续吃饭。老公坐在我旁边，拿起碗盛了一碗汤递给我：“喝点汤吧。”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把他递过来的汤推掉。老公又舀了一勺递给我：“你身体到底怎么了？以前我们也有感情，好过一段日子，那段日子我们如胶似漆，给他做饭，划破了一道口子，哪怕时间再久一点儿，手上的口子就会愈合了。我也会找他撒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慢慢变得不再向他撒娇了。看着面前的老公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
苏婉婉迟到了吗？老公腾的一下，连忙站起身子来。你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我去给婉婉买饭回来，再来找你。她想吃城东的包子，如果买不回来，肯定会不开心的。留下这句话，她风风火火就离开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出了神。城东的包子铺，我也知道很出名，但是离我们这儿很远，开车都得2个小时。苏婉婉一句想吃，她就去跑那么远买，真的很宠苏婉婉。我看着老公离开的背影，眼眶酸涩，眼泪止不住的往外冒。我捂着嘴巴，拼命克制着哭泣。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，再继续折腾下去，我真的会死。明明已经告诉自己不要难受了，但是还是怎么都忍不住。到了晚上，老公给我打来电话，正好我要给婉婉带饭。你吃什么？心血来潮，我开口，我想吃城东那家包子铺的包子，你去给我买吧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我了。那家太远了，开车过去都得2个小时，你就不能乖一点儿，像婉婉一样，不要折腾我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怒气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给秦医生给钱了，不想浪费。老公话还没有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不想再听他啰嗦了。秦医生的饭很快就按时送来了。吃完饭，老公给我打来电话，他问我到底想吃什么，他给我带上来。我说不用，秦医生已经给我送了。你到底想吃什么？快点说，总是麻烦别人不好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是病人，多吃点儿也没事儿。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能说出来的话。毕竟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出去玩，半夜我饿得低血糖，想让他去给我买包糖回来。他说我矫情，反正也不会死，这点事情忍忍就算了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这么胖了，再吃糖就胖死了。他实在是太困了，不想开车。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才是他不想去的原因。我疼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他还能看着，云淡风轻地开口，这不是没死吗？现在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实在是让人震惊，不可思议。没一会儿，他提着饭菜上来了，他过来扶着我起来。你刚刚吃饱了吗？他语气温柔，仿佛我和他从来没有生气过。已经吃饱了，我语气淡淡的。他把我的病床给我升起来，给我弄了一个最舒服的坐姿，紧接着给我打开饭盒，吃饭吧。他把快递递给我，看着面前的饭盒，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把饭扔到他身上。俊美的脸上全是气愤。你发什么疯？我脸色一变，把手上的饭盒再一次砸在他身上。我对虾子过敏，你不知道吗？谁喜欢吃虾子？苏婉婉吗？你……他语气中带着怒火，把饭盒捡起来丢回桌上。那是我特意买给你买的。我脸上闪现出一丝讽刺的笑意。对呀，你特意让我过敏。他语塞，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对虾子过敏？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他让我陪他去吃小龙虾，我都会跟着一块儿去。不过我从来不吃，只不过他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我罢了。我不爱吃胡萝卜，你知道吧？我从来不吃芹菜，你也知道吧？这里面的菜几乎全是我不吃的。老公脸上露出慌乱，还是张嘴解释，我这几天太忙了，记差了。我从来没有给他一点面子，是记错了，还是想着的人根本不是我。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，这些菜应该全是苏婉婉爱吃的吧？我声音很轻，但是字字句句却掷地有声。他脸上全是尴尬之色，沉默半晌后，他才开口说道：我本来就是给婉婉买饭，多买了一份罢了，谁知道你这么矫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次听他说这种话，我好像再也没有心碎的感觉了。我只是直视着他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赶紧走吧。
秦医生送的饭挺好吃的，至少比你了解我的口味。老公直接踹了一旁的椅子一脚。好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，就让秦医生给你送吧。我倒是要看看他能给你送多久。他摔门离开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实在是他今天对我的好，仿佛像是另外一个人，让我有些害怕。现在这样才是最正常的。我又在医院里面住了1天的时间，秦医生一直来劝我，让我在医院里面住院。我看着手机上为数不多的余额，抿了抿唇。我也想活着。中午的时候，没想到苏婉婉居然会出现在我的病房里面，看着我脸色苍白，她一脸得意。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居然生病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并不想和她说话，走过去就想把病房门给关上。我人还没有碰到她，她直接摔倒在地上。下一秒，我直接被人撞飞，摔倒在地上。老公把苏婉婉紧紧搂在怀里，一脸愤怒地看着我。你在做什么？苏婉婉趴在老公胸膛上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她哭泣着喊：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以后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反正我已经活不久了，我现在就去死了算了，免得打扰你们。我冷冷地盯着她。那你现在就去死啊？苏婉婉怎么可能舍得去死呢？她一边假装哭泣着，一边偷偷往窗户的方向挪动，动作很大。她还装作别人都不知道的样子。好，我把志恒还给你。志恒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我希望能够早点遇到你。她闭着眼睛就要往窗户那边跑，老公一把把她拉回来，把她扣进自己怀里。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女人？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。苏婉婉哭着喊：志恒，是我的错，你们不要吵架。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可怜，而且还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看来她还是挺擅长伪装的。她再一次开口：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，我觉得你看上去挺健康的，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也是在乎志恒的。老公脸色一变，他就这样看着我。所以你是在骗我，你根本没有得病。我并不想狡辩，只是双手环胸，坐在病床上，看着面前2个人的表演，仿佛在看小丑表演一样。老公重重地拍了一巴掌桌子：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只是冷漠地看着他。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什么样子的。他已经认定了我在装病。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婉婉生病了，我要陪着她。你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？我语气冷淡。好，我现在就出院。本来还想找他借钱，让自己多过一段日子的，现在看来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并没有错过他脸上的错愕，应该是想不到我会这么爽快同意吧。毕竟我在他心里一直都是疯婆子的形象。我并没有耽误时间，很快就把自己的东西给收拾好了。我的东西很少，少到只有2件衣服，几分钟就收拾好了。经过老公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：过几天我们去把离婚办了吧。我没有拒绝。我现在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个事情了，心死了就再也不在乎了。一旁的苏婉婉还在添油加醋：姐姐，虽然你装病是不对的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因为太爱志恒了。我马上就要走了，等我离开之后，你们就可以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只希望你可以成全我这一次。我在他面前顿住了脚步，就这样看着窝在老公怀里的他。现在我和他还没有离婚，你这样躺在他怀里，只让我想到一个词：鸠占鹊巢。一个小三而已，这么光明正大，真是给你脸了。苏婉婉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一旁的老公厉声开口：你在说什么？我勾唇一笑：没什么呀，
我只是在祝你们这对渣男贱女新婚快乐，祝你们锁死哦。说完这话，我直接转身就离开了。晚上的时候，老公的哥们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喝多了，让我去把他接回来。我直接回了一句，不关我的事，让他们去找苏婉婉。随后直接就挂了电话。晚上12点钟，老公醉醺醺的回来了，他把我从沙发上扯起来，你心怎么这么狠？我耸耸肩，难道你喝醉了就会死吗？你怎么这么矫情？你这不是没死吗？他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你难道真的愿意跟我离婚？他死死地盯着我，这2个字说起来挺容易的，但是真的下定决心还挺难的。他是我的初恋，和很多偶像剧是一样的。我刚进大学的时候，土里土气，被周围的人嘲笑，是他主动替我解了围。我四处打听他的身份，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，家里很有钱。我很自卑，只能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，看着他和苏婉婉恋爱，俊男靓女，格外般配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没有多长时间，苏婉婉就决定出国，人人看好的一对儿还是分开了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走进了他的生活。苏婉婉离开后，我看他越来越颓废，不愿意心里的男神就这样下去。我一直鼓励他，他说自己不想当富二代。我陪着他一块儿创业，用我们俩赚的第1桶金，买了属于我们2个人的小房子。房子不大，但是我觉得很幸福。那个时候，站在房子里面，我也想象过和他未来的美好生活的。看着房子里面都是我亲手布置的，我心里酸涩，死死咬住自己的红唇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我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一直都没办法怀上孩子。我自责，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偷听到老公和他哥们之间的谈话。你真的准备跟你家里那黄脸婆永远在一块儿？你别开玩笑了。当初我和他在一块儿，只不过是为了治愈失恋的痛苦，还有我爸妈一直在逼婚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他的声音透露着玩味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结婚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孩子？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呢。实际上，我早就在他喝的药里面动了手脚。听到这话之后，我浑身冰冷。我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给老公生下一个孩子，甚至每一年回他们家，听到婆婆催我们生孩子，我都一直觉得对不起他。我一直把这个事情憋在心里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一直努力维持着我们的婚姻，努力扮演着好妻子、好儿媳，努力地为他着想，他却一次次地伤害我。可是苏婉婉回来了，她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老公不回家的借口也越来越多。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她都可以一个电话把老公给召唤离开。我这个名正言顺的妻子，反而更像是一个笑话。我们争吵过很多次，从苏婉婉回来之后，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因为她爆发争吵。我却一直没有想过离婚。凭什么要让我离婚？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我为什么要成全苏婉婉？我对老公还有爱，我怕我提出来，我直接就同意了，我就真的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可是我忘记了，水满则溢，爱满则伤。我太爱他了，感情太过用力，很容易导致感情破裂。我当初把一整颗心都给了他，没想到那么满的爱，有一天居然也会被消失殆尽。我一直以为我对他的那份爱，哪怕他不是特别爱我，我也可以坚持很久很久。可是现在我是真的累了，我感受不到爱了，我甚至不愿意去爱了，所以我选择离婚。以后我不想因为他们影响我自己了，放过他们，也放过我自己。只希望在最后这段日子里面，我可以开开心心度过，让我对这个世间最后留下的回忆是开心的。
发现我再也不会因为他影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我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。我不想再被任何人困住，答应离婚也是我这段日子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他和我在一起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，我对他也已经没有爱了，那就没必要再在一块儿浪费时间。曾经我也幻想过，我们会有2个宝宝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一个像我，一个像他。他下班回来，我会和宝宝们在家里一块儿等着他。这样的幻想，我不止幻想过1次2次。可是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大学毕业就嫁给他了，现在我才25岁，我正是青春的时候。等和他离婚之后，我要去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把我以前的梦想实现。我经常跟他说，我想出去旅游，可是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很忙，他有空和兄弟喝酒场合，有空和同事吃饭，有空陪着苏婉婉，就是没空跟我一块儿。现在我也想清楚了，人的一生就是要取悦自己，既然他不会让我开心快乐，那我就放弃他了。在这段感情里面，我付出过，也爱过，唯一就是没有得到过。但是他让我变得越来越好，我并不后悔。我看着面前的老公，轻声开口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明天去把离婚证扯了吧。他阴沉着一张脸，没有说话，转身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被我主动提起，他应该是觉得没有面子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第2天一早，他直接就消失了。不管我给他打电话还是发信息，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个人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能够跟我离婚，和苏婉婉在一块儿，不是他一直在想的事情吗？怎么我现在同意离婚了，犹豫的人却变成他了？胃癌晚期也越来越疼，我根本没空去想他到底怎么了。一直到第3天，我正准备发信息，想好好和他谈谈这个事情，就接到了他的电话。明天早上民政局见。第2天早上，我很早就起床了，一晚上我一直都在想自己以前和他的美好回忆，根本没有睡着，脸色很是难看。我给自己化了妆，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模样，换上一套衣服就去了民政局。刚到民政局，就看到苏婉婉和他手牵着手站在一块儿。一看到我，苏婉婉声音又响起：“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我面无表情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开口骂你。你要是还想结婚，最好不要惹我，不然我不会签字的。苏婉婉紧紧咬住下唇，不敢再开口了。耳边终于安静了。老公和我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声音沙哑：“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”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我摇摇头，双手一摊：“我确实没什么话好说，不过既然你让我说的话，那我就祝你们俩百年好合，咱们永远不见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我走得很快，像是逃命一般。他追上来，从后面抱住我，声音沙哑：“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？”我挣扎着要摆脱他，但是他抱得太紧，挣扎不脱，于是只能无力地承受着。我冷笑，声音平静如水：“怎么？难道不是你先提的要跟我离婚？”我用尽全力推开他，他却依旧固执地抓着我不放。我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放开我，赶紧离我远点儿！”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死死地抓着我的手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怒吼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他就这样看着我，那双眸子露出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只是想陪他最后一段日子，等他离开之后，我就会回来找你的。他看着我，目光灼热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感觉像是被人用刀子狠狠刺穿心脏一般疼痛。我冷漠地勾起嘴角：“
不用了，求求你别回来找我了。他叹息，眼神中露出一抹疲惫之色。他轻轻抚摸我的脸庞，语气低沉而温柔。我知道你还爱我。我懒得跟他浪费时间，实在是说不清楚。转身走到外面，经过苏婉婉的时候，我声音冰冷：现在我们离婚了，你开心了？苏婉婉再一次摔倒在地上，从远处看，好像是我伸手推了她。她紧紧捂住自己的肚子，脸色苍白。你不要误会我，我是真的时日无多了，而且当初不是我离开了，志恒不会和你在一起，我马上就要死了。最后这段日子，我只想跟他好好过下去。他的声音不小，周围人来人往，都停住了脚步，看着我们。如果你实在是不开心了，那我愿意离开，我现在就走。他的声音格外的委屈，再加上我盛气凌人站在一旁，周围的人开始对着我们两人指指点点。老公从民政局里面出来，就看到了这样一幕，他再一次冲过来，把我推倒在地上。他指着我，大吼一声：我已经和你解释了无数遍了，婉婉命不久矣，我只是想在她最后这段日子过照顾她，你为什么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明明刚刚在民政局里面还能对我一副舍不得的模样，可是现在却能因为苏婉婉对我这副样子。我眼神冰冷地看着这个男人，认识他7年，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把他看清楚过。苏婉婉窝在老公怀里，当初我不和志恒分开，也不会有你们后来的事情，我还是爱他的。他这话带着浓浓的特殊性。周围的人开口了，看着人模人样挺漂亮的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小三，真不知道这男的是怎么想的，初恋和他这么般配，居然还找了小三。苏婉婉看着周围，那双漂亮的眸子里面蓄满了泪水。你们不要这样说，这也不是志恒的事情。如果当初我没有为了梦想出国，我们俩人之间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大家都被他们俩的神仙爱情感动了，这事儿也不知道被哪个好事者发到网上，我们3个人的事情彻底的火了。只不过他们俩是有美好的爱情，而我是那个破坏爱情的第三者。一时之间，大家都赞美他们的爱情，我却被拉出来鞭挞。更有甚者，还会来我房子喷油漆，给我寄恶心快递。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我的头发已经掉光了。经过这段日子的化疗，我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。我的生活越来越拮据，因为我身体越来越差，我无法上班。以前每顿还可以吃一个肉菜，但是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个白菜，一个米饭，这是最便宜的。一顿饭只要4块钱，哪怕只要4块钱，我还是会心疼。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卖光了，但是还是杯水车薪。这样的日子简直让我生不如死。每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都会做噩梦，梦到我没钱交住院费，医院给我赶出去了，越来越少的余额也会让我越来越焦虑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根本睡不着。我打电话向亲戚借钱，亲戚都很嫌弃我，因为我的名声被苏婉婉一搞，早就臭了。嫁给老公之后，我失去了自己生活，我没有朋友。最后，我终于下了决定，我不想继续治下去了。我当然怕死了，我还想好好活着，让欺负我的人付出代价。可是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，在医院里面花了这么多钱，也只是拖延时间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我也越来越丑。与其这样在医院里面死去，倒不如死在外面，死在自由上面。我和秦医生说明我的想法，秦医生虽然不赞成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他也并没有反对，很快就办理好离院手续，
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秦医生突然开口：“你前夫一直在医院里面陪着别人，你想去看看吗？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老公了，心里明白我已经不爱他了。现在听到他的名字，我的心没有一点波澜。不用了，我摇摇头拒绝。去吧，去看看吧，你们以后应该再也见不到了，就当是为最后一面做一个结束。我咬了咬牙，还是答应了。我和秦医生一起来到了苏婉婉的病房门前，病房门虚掩着，我推开门，他们正在吃饭，看不清楚里面的饭菜究竟是什么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非常丰盛。苏婉婉撒娇：“志恒，明天我想吃燕窝，医生说我吃燕窝有助于恢复身体。”她的声音温柔得如同一汪水，听着让人骨头都酥了。老公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明天就让人给你做了送过来。”谢谢志恒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苏婉婉又开始发嗲了，我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看着老公什么都依着苏婉婉，我越发觉得我3年的婚姻就是个笑话。我病了，连4块钱一顿饭都舍不得吃，最后因为没钱，只能放弃治疗。可是苏婉婉这个小三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从医院里面出来，秦医生看着我，在外面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我应该是回不来了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。秦医生，好好保重。秦医生眼里有我看不清楚的情绪，但是我并不想去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绪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你路上保重。”从医院离开之后，我就踏上了征途。第一站，我去了昆明。大家都说这儿四季如春，我一直想来体验一下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待了3天，最后一天，我拿出笔记本：“老公，我去了昆明。以前我经常跟你说过，我想去昆明，但是你一直都说没有空。现在我终于来了，不会还是我一个人。我只想说，昆明很美，也祝你以后开开心心。”第2站，我去了三亚，很热很热，三亚的人热情似火，仿佛夏天一般，就连我冰冷的心都被带得多了几分燥热。我又掏出了笔记本：“老公，三亚真的很热，连带着我的心都很热，祝你以后天天幸福。”紧接着，我去了秋城，很热闹，很舒服。离开的那一天，我同样写了一段话：“最后一站，我去了冰岛，看极光，一直都是我非常想要去做的事情。可是他总是说没有空，这个计划也只能搁浅了。”到了冰岛的第1天，我能够感受到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甚至没办法支撑我从房间里面走出去。可是我还是强撑着去看了极光，很美，很梦幻。看完极光，我回到酒店，强忍着从行李箱拿出止疼药。止疼药下肚已经对我不起作用了。秦医生说过，止疼药失去作用的那天，我的日子也不多了。我强撑着登上自己的社交平台，平台上全是他们骂我的话，我都不想去看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打开来看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小三了，太恶心了。是啊，真的是不要脸。我的脸色苍白，我已经撑不下去了。我死死咬住红唇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，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：“对不起大家，占用公共资源了。我知道大家不会喜欢我，以后我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，但是我希望自己不会是被人误会的。我不是小三。”打下这行字，我配图了结婚证和离婚证，整个人再一次失去了力气，倒在地上。我的意识很清醒，只能感受着我生命的流逝。手机的电话铃声在寂静的房间响起，我按下接听键，老公带着怒气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到底在做什么？
赶紧把你发的东西给删了。原来他并不是不关心这些，而是因为发生这些事情的人不是苏婉婉而已。东西一发出，苏婉婉的评论区直接就炸开了锅。苏婉婉从蹭到热度之后，每天都会和更新他们的甜蜜生活。我的证据所有发出之后，这些只会让他死得更快。他的评论区直接就沦陷了，都在骂他是小三、婊子，甚至还愈演愈烈。我没有出声，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，他还在输出。你知道婉婉看到这些东西有多伤心吗？她本来就身体不好，你赶紧给我删掉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我还是沉默着，已经控制不住眼皮掉落。最后一刻，我还是忍不住开口：你爱过我吗？不等他说话，手机滑落在地上，我永远闭上了眼睛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不过我也不在乎了，从身体里面出来，看着倒在地上的自己，脸色蜡白，毫不血色，身体瘦弱，嘴唇干裂，眼角的鱼尾纹也深深地露了出来。也难怪老公不会喜欢我。和苏婉婉比起，我们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看着地上的尸体，我有一瞬间的解脱，我却突然被召回，一阵晕眩，我就到了老公身边，没办法离开他，我只能乖乖跟在他身后。苏婉婉要做手术了，老公不能在手术室里面，只能出去。我飘荡在手术室里面，就想知道，都是胃癌晚期，为什么苏婉婉有救，我却没救？老公出去之后，苏婉婉整个人像变了个样子。什么时候我的病才能真的好？她对着旁边的医生怒吼。医生连忙开口：苏小姐，我当初劝过你，不要装癌症，容易引起怀疑。苏婉婉冷笑一声：可是那个贱人得了癌症，我只有比他更严重，志恒才会爱我。这会儿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苏婉婉的病是装的，老公那么爱她，她还是要装作这个样子，真的是太讽刺了。她实在是太小看自己了，只要她站在那儿，不管有没有病，老公都会选择她，而不是我的。在手术室待了几个小时，苏婉婉终于被推出去了。医生看着老公开口：恭喜，手术顺利，若是能够好好养着，以后能恢复正常。老公在病房门口喜极而泣，可是明明早就已经失望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心痛呢？我想应该是我付出了所有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份爱吧。病房里，苏婉婉看着老公：志恒，现在我已经好了，你不需要陪在我身边了，我知道你很想他，去找他吧。老公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，随后他开口：你好不容易治好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想太多了。苏婉婉声音委屈：可是我是真的很爱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网上那样说我，大家都骂我。她瞬间红了眼眶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。老公见状，立刻放下了苹果，拿起纸巾递给她：别哭，我知道网络上的东西不能相信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要想这么多。苏婉婉点头，接过了老公递过来的纸巾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：谢谢你，如果我当初没有离开，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很幸福？苏婉婉拉着老公的手，老公眼神躲闪，替她整理好被子：你现在好不容易才恢复，别想这么多了，好好休息。他并没有回答苏婉婉，站起身朝着外面走出去了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回答苏婉婉。现在苏婉婉恢复了正常，老公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两个人不是应该得好好在一块儿，怎么他还回避了？苏婉婉看着老公离开，那双漂亮的眸子充满了失望。不用想也知道，她肯定以为老公听到自己刚才的话后，
会说些什么安慰她的话语，可是老公却没有，相反还逃避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在空中忍不住笑出声来了。苏婉婉，没想到有一天你居然也会在他身上碰壁。从病房里面飘出来，就看到老公靠在墙上，盯着手机发呆。我飘过去，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看着我的名字发呆。他拨打了我的手机，这一次我的手机没有任何反应。老公又拨了几遍，始终是没有回复。我人早就已经死了，现在尸体都已经凉了，如果还能接他的电话，那就真的不正常了。白眼狼，你最好一辈子不要接我的电话。他无奈，只好挂断了电话。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就不在我身上了。苏婉婉恢复得很好，老公一直陪在她身边。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，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手撑着头，看着病床里面，老公在病房里面收拾他的东西，看着苏婉婉甜蜜的笑颜，我心里面忽然涌起了一股酸涩。苏婉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志恒，你联系上姐姐没有？老公顿了一下，随后开口，你不要想这么多，咱们现在赶紧回去。苏婉婉眼泪巴巴地看着他，是不是姐姐不愿意原谅你？她接着捶打自己的心脏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没有出现，你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老公赶紧制止住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本来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现在不知道跟谁鬼混在一块儿。穆尚寒的语气透露着冷漠，我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想我的。东西收拾好后，老公就带着苏婉婉一块儿回了家。我不能离开老公，只能跟着他一块儿。原本以为他们两人会住在一块儿，没想到老公只是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别墅，并不是我和他的家。苏婉婉眼泪巴巴地看着他，志恒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吗？婉婉，你听话。他温柔地说道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等办完事情，我就会来找你。苏婉婉低头，眼泪又掉落了几颗，她却转身，大步流星离开。我跟在她身边，坐在副驾驶，疑惑地看着她的侧脸。她这么在乎苏婉婉，居然有一天会拒绝她，还真的是没想到。老公开着车直接去了公司，我没办法离开，只能在他身边打转。他下午接了个电话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李涵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他的声音冰冷无情。对面很明显愣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反应过来，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是你是他的置顶，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，他死在我们酒店，来认领一下尸体。我凑到他身边，睁大眼睛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，可是他居然没有一点反应，自己坐在办公桌面前，继续做自己的事情，一直到公司门被推开，是他的兄弟出现在他面前。志恒，刚刚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？他面无表情。哦，就是一个诈骗电话。他说李涵死了，在冰岛，让我去认领尸体。他兄弟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怪异。志恒，那可能不是诈骗电话。看着面前的人，我想了好半天，终于想起来了，我手机并没有几个联系人，其中一个还是老公的兄弟。我刚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因为和苏婉婉分手了，他每天都会去酒吧买醉，不管是谁都不能把他带走，除了我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最在乎的人是我，其实不过就是想让我感动罢了。回过神来，我看着老公淡定地开车，以为他是准备去冰岛认领我的尸体，没想到他却去了苏婉婉的家里。一看到他，苏婉婉特别开心。志恒，你回来了，你不是去工作了吗？他死了你知道吗？老公直接开口。苏婉婉愣了一下，随后反应过来，
她看着这老公，志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有点听不懂？老公轻笑了一声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他也是胃癌晚期，和你不一样，他没有这么幸运，死了。也不等苏婉婉的反应，他直接转身就离开了。我看到他平静地拨通了助理的电话，让他给他订一张最早去冰岛的机票。很快，老公到了冰岛的酒店，对着前台的服务员开口：“有人冒充你们的名义诈骗我。”服务要一脸懵逼地看着他。老公非常认真，他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。前台看着他，语气非常认真：“李涵已经死了，不过一直都没有人来认领尸体，我们只能通知警察局。现在尸体已经送到警察局去了。”护士话音刚落，老公就非常愤怒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们肯定是骗我的！他最惜命了，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不相信！”老公龇牙咧嘴的模样给前台吓到了。前台再一次开口：“你口中的李涵早就已经死了，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”老公不停地摇头：“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”前台翻了个白眼：“你不相信就算了。”老公转身就准备离开，护士大喊一声：“如果没有人认领，警察局会移交火葬场直接处理了。”他迈出去的步子顿住了。我没想到他居然真的去了警察局。现在警察局外面，我头一次在他身上看到了犹豫。刚进警察局，没想到秦医生也在这儿。秦医生看到老公，并不觉得惊讶，反而老公像一个一点就燃的炮竹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他冲上去质问秦医生。秦医生耸了耸肩：“可是警察局的人通知我来的，李涵死了，他们害怕没有人来认领尸体，就通知我来了。毕竟李涵的老公没有一点作为。”“哦，不对，是前夫。”老公死死地盯着秦医生，他紧紧握着拳头，冲上去就给了秦医生一拳。秦医生毫无防备，一下子被打倒在地，他的嘴角立刻流出血。他擦掉嘴边的血渍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渍。他看着老公：“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只知道在别人面前装模作样。李涵生病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怕是还在温柔乡无法自拔。”秦医生的语气透露着深深的嘲讽。老公紧紧握住拳头，他声音沙哑：“他什么时候得病的？”他抬起头来，那双眼睛红得有点吓人了。秦医生看他这副模样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怎么，心疼了？李涵得病的时候，你和其他女人鬼混，从来没有关心过。”老公的神情变得越发难看起来。秦医生继续道：“我要提醒你，我记得你那小金丝雀也是胃癌晚期吧？你有没有点医学常识？癌症晚期基本上治不好了，听说它很轻松就好了，你未免太好骗了吧？”秦医生的话戳中了李涵心里最隐秘的伤疤。李涵紧紧抿着唇。秦医生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家里条件不差吧？”李涵最后在医院那段日子，连肉都舍不得吃，每天吃青菜，浑身上下没有几两肉了。不过挺可笑的，自己的老婆在医院吃不起饭，有些人却还在讨金丝雀的欢心，给他运燕窝来吃，真的是羡煞旁人哦。老公紧咬牙齿，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变得泛白。他死死盯着秦医生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秦医生看他如此紧张，脸上的嘲讽之意更加明显：“你可以当我在胡说八道，但是我想李涵应该是不想看到你的。”说完，秦医生转身朝着停尸房的方向走去。老公一向都是高傲的，被人下了面子，肯定忍不了。
我猜他一定会生气地离开，可是没想到他并没有，跟着一块儿走进停尸房。警察开口：病人被发现得太迟了，浑身已经肿胀了，你们不要害怕。警察一直在给他们做心理准备。老公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平静了，半点没有刚刚的吓人。白布拉开，缝缝补补，导致我五官肿胀，没有半点人形。再加上我本来就是病死的，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松松垮垮的皮挂在身上。尸体的味道很大，一股腐烂味，周围的人都控制不住，出去干呕了。老公愣在原地，没有后退一步，他就这样盯着我。我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珍惜是什么，可是当我死了，却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深情的模样，有什么用？我早就已经死了，就算是他现在后悔了，跟我也没有一点关系了。他伸出颤抖的手，抓住我的手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他红了眼眶，眼泪砸在我手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只觉得一阵恶心。老公要把我带了回去，秦医生阻止了他。我想，李涵应该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的吧？老公脸色难看，松手。秦医生再一次继续：李涵已经死了，他生前不想见到你，死后肯定也是。老公不依不饶，强硬把我带走。秦医生继续说：你不配碰他。老公的脸色瞬间苍白。一旁的警官开口：这儿还有一本日记本，是李小姐的遗物。老公瞳孔一缩，直接把日记本紧紧揽在怀里。最后我还是被老公带走了。他和我毕竟曾经是婚姻关系，我没有其他的亲人，他就是我最亲的人。老公把我带回家，苏婉婉就来了。她脸色苍白，看着老公，只看到她小心翼翼地开口，想要去挽着老公的胳膊。老公直接躲开了。有什么事情？头一次听到他对苏婉婉说话的语气这么冰冷。苏婉婉特别委屈：志恒，我一直在家里等着你，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了。老公的眼神一直都在我身上，他答非所问。我听说癌症晚期，能治好的几率很小。婉婉，你真的挺幸运啊，感觉你都没受苦。不过李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死了。苏婉婉一听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她转过头去，顺着老公的手指的方向看到我的尸体，她脸上瞬间血色全无。可是老公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。她走过去，咽了咽口水：阿轩，李涵已经死了，那就让他好好的吧，我以后会代替他好好爱你的。穆尚涵面无表情，直接挣脱了他的手。你这么幸运，想对他说什么呢？他死死地盯着他。苏婉婉张了张嘴，一时之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最后他开口：我也不知道李涵生病了，如果我知道了他生病了，我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志恒，我也很爱你，我们重新在一块儿，忘掉他好吗？我看他努力地挤出2滴眼泪。老公没有说话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只是抱着我的尸体进到屋子里面去了。我站在他们旁边，意识恍惚。其实我和苏婉婉回国后第一次见面的那天，一见面他就对我展现了很大的敌意。当然，我的心情也并不是很好。那天我正在和他说话，他凑到我耳边：你想知道我们在他心里到底谁最重要吗？话音刚落，他直接把我推进水里，紧接着他也一块儿跳了进来。我不会游泳，我拼命地呼救，可是老公却没有理会我。我亲眼看到他朝着苏婉婉的方向游过去。我在水里不断地挣扎，觉得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了。
我福大命大，有人看不下去，把我救了上来。上来之后，我虚弱地抓着他的裤脚，希望他能够看我一眼。可是他抱着苏婉婉，眼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撇下我就离开了，和今天丢下苏婉婉的动作一模一样，还真的是挺讽刺啊。他把我带回家之后，也没有让我入土为安，他给我换了干净的衣服，一直在我旁边说话。你不是说要一直陪着我的吗？放心，宝宝，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。他看着我的目光温柔，我翻了个白眼。不管他怎么用心，我的尸体还是臭了，腐烂了，但是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，每天都守在我的尸体前。一直到1个星期之后，苏婉婉再一次上门，她直接打开了楼下的密码锁进来，看到老公，她脸上透露出惊喜。志恒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老公脸上没有一点感情，一直到苏婉婉上楼，看到床上躺着的我，她尖叫一声，志恒。她看着老公的眼神充满了恐惧，她努力地咽了咽口水。志恒，他不过就是你找的一个我的替身罢了，你干嘛对他这么在意呢？以后我们俩好好生活在一块儿，难道不好吗？老公冷笑一声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装胃癌晚期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苏婉婉努力挣扎。志恒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在狡辩。老公声音冰冷。我们那天去医院的时候，你偷偷去了秦医生办公室，原来他早就知道，他害怕我会用癌症晚期把老公挽留回来，所以在我之前就买通了医生，说自己胃癌晚期了。他柔柔弱弱的样子不过是装出来的。老公转过身，看着他的目光冷冷的，你在我面前装着柔柔弱弱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实际上你是这样的女人，算我瞎了眼。他勾唇冷笑，直接伸手给了苏婉婉一巴掌。苏婉婉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公，她直接就被打懵了。半晌过后，她笑得甜美又邪恶。对呀，我是恶毒的女人，可是一个巴掌怎么可能拍得响呢？你心里也是贪念跟我在一起的日子的吧？不然怎么可能我一开口你就会选择我呢？你应该不知道，每一次你和我在一起，我都会发朋友圈，所有的事情李涵她都知道。老公抬起头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你说什么？他耸了耸肩。李涵那么爱你，最后同意跟你离婚，应该是伤了心吧？你以为你自己有多高尚，还想跟我在一起？等我死了再和李涵复婚，你也想得挺美的呢。不过李涵肯定已经对你死心了。他说完这话，老公直接呆愣在原地。我还以为苏婉婉发在朋友圈的东西都是他默认的呢，没想到他居然不知道。不过我早就已经死心了，就算他不知道，但是这些事情是事实啊，只不过他想一直瞒着我而已。他又在装什么深情？我只觉得讽刺得很。苏婉婉这话说得挺对的，赵志恒这个人确实挺渣的，脚踏两条船，明明不喜欢我，却吊着我，我差点看不清他到底喜欢谁了。他蹲在地上，整个人像一个无措的孩子。苏婉婉走过去，把手放在他头上。阿轩，忘记这些吧，他和你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俩好好的，一起过好我们的日子，我会把他那份爱一块儿给你的。我转过身，正准备离他们远点儿，就听到苏婉婉狰狞的声音：啊，快放开我！我转过头，就看到她的手腕被老公扭了一圈，整个人脸上都是痛苦的神色。老公把她扔在地上，滚！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。苏婉婉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时间，她赶紧离开了。等她离开之后，又只剩下我们两人。床上的日记本掉下床，老公这才想起来还有日记本。
他翻开日记本，我也飘过去。在最后的日子，我去了4个城市，分别对应春夏秋冬。每一次从城市里面的时候，我都会写一篇短短的日记，最后一句话都会写上对他的祝福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恨他了，往后余生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。实际上，我只希望风水轮流转，把我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报应在他身上。我越是装作大方不在乎，我知道他就会越伤心。老公紧紧抱着那本日记本，哭得伤心。哪怕他每天清理得再好，我还是在一天又一天的腐烂。可是房间里面的味道终究还是传出去了，邻居纷纷上门要说法，最后还是警察来了，强行把我给带走了，把我送去火化场火化，我这才能够入土为安。我被下葬以后，他也恢复了正常，每天都会去上班，按时下班，生活也逐渐到了正轨。可是直到那天，他去上班的路上，一辆车横冲直撞向他，他微微侧了个身子，车子撞到了旁边的大树上面，里面坐着的人居然是苏婉婉。老公毫不留情，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。最后，他以故意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的时间。他关押的那天，老公从法院走出来的那一天，脸上一脸的轻松，一直到回到家里，他吞了一大把安眠药，躺在床上。李涵，背后传来声音，我并没有转身，我以为他会走出失去我的难受，好好生活下去，没想到还是见到他了。我并没有见他最后一面，既然生前的时候没有见最后一面，死了也没有必要了，就这样吧。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，做人太疼太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